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赵一翔议员、黄伟汉先生、钟佩君议员、林英涛议员、陈志涵主任。好，那么川普现在当得很过瘾啊，每天在那边翻云覆雨，全世界围着他打转哈。那他原来说有肮脏15国哦，这肮脏15国呢，就赚美国钱赚的比较多的了。但是他昨天接受访问，他说什么15国、什么10国、什么5国，我讲吗？全部都要收哦。所以呢，现在又变成不只是肮脏15国，他现在所有国家都要实施对等关税哦。那对等关税也就是基本上你抽我多少，我就抽你多少了哦。他一直认为说全世界不管是欧洲，尤其是亚洲，占他便宜占最多哦。比如汽车，他们关税只有2.5%，台湾汽车进口多少趴？大概17%，我记得，还有再加上货物税，所以呢，一个车在国外的钱到台湾的都 double 加倍哦。那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不公平啊，哦，那台湾汽车销的比较少，零件比较多了，像日本，对不对？德国汽车销的很多，所以他说我光汽车关税就可以收到1000亿的美金的关税，我光你们这进来的车哦。那所以呢，他打算全球征20%，但是还不一定啊。他反正都说不一定，但是明天就要实施了。他把明天叫做解放日 （Liberation Day） 啊。那另外呢，这个《华尔街日报》说呢，全球都想磕20%啊。川普说所有国家都要收啊。那所有国家现在都抓了蛋，不知道他会怎样啊。那另外呢，这个中日韩说要协商一起协商立场，这。像日韩都是他的很亲密的盟友嘛，那盟友现在都变敌人了，在关税前面没有朋友，通通是敌人哦。那担心呢，现在联总会担心通货膨胀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汽车进口会涨价，我才不在乎了，到美国来生产就没有加关税了，所以汽车涨又怎样呢 ？They're reciprocal. So whatever they charge us, we charge them, but we're being nicer than they were. 美国总统川普所说的解放日真的要来了吗？扬言美国时间4月2号当天向全球各国课征对等关税。And we have some big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announcing over the next 2 days, and you know very well, Peter.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bring a lot of wealth back to our country, tremendous wealth. 齐头式关税平均税率将达到20%。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就分析，川普建立关税堡垒能迫使企业将生产和供应链转移到美国，但可能导致消费者物价上涨，可能伤害其他国家，也伤到美国自己。有外媒报道，这次的贸易战将比2018年更加严重，当时导致大约350万个大陆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各国紧张程度全反映在股市上。不止美国科技股抛售股票，欧股和亚股，尤其日韩股也收跌。Wednesday, President Trump will communicate, hopefully from a big press conference, and give a speech about what he's doing and why he's doing it, what direction we're going to go. 4月2号当天，川普会出来发表演说，各国剉咧蛋就看解放日怎么办。好，那么川普每天替台积电加码，台积电说我要增100亿、1000亿美金嘛，1000亿，他说2000亿。今天又说3000亿，他说台积电的投资3000亿美金，一直加啊，反正他就自己去讲吧啊。老沈你怎么看？我觉得川普现在是一个暴君、独裁者，还有比那个更严重，因为他目无法纪、目无法律、随心所欲，大家吓得要死完全不晓得如何是好，华尔街根本就不晓得方向，所以股市涨也不行，跌也不好。所以这个是人类史上少见的一个现象，而且你只要看《华尔街日报》尤其是《纽约时报》，每天起码有2篇在讨论说如何使美国民主党再起。到目前为止没有结论了，因为美国民主党现在比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更惨。你知道，他说 "It's a party without face"， 是一个没有脸孔的政党，而且呢，没有人敢出来带队。你说奥巴马行吗？克林顿行吗？这希拉里行吗？拜登就不用讲了，贺锦丽更不用讲了。他现在去问民主党到底应该怎么办？没有答案，
但是呢，我是劝我们今天有国民党的高层哈，像这个林涛在这里，我劝你有空啊，看看纽约时报，他在讨论民主党如何再起，我觉得很值得让国民党做参考。那至于他现在川普说我要选第3任，因为他现在民意还不错，很好，因为所有的怨气正在酝酿而已，还没有完全凸显，所以起码意气风发来跟你哈讲，你个民主党不能敢叮当，不能敢出来，大细汉大家拢丢掉嘞。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情况不会超过6个月，再超过6个月哈，他讲，比如说我就可以超售1000亿，光是汽车，这个人民听起来好像这1000亿是谁付的，好像是输出国在付，不是啊，是进口商在缴啊。那进口商在缴就转嫁给愿意买的人，那除非说输出国为了抵消这一部分的税，他在出口的时候就把他的出口价下降了，但是很愿意这样做的，有本事这样做的其实也不多，所以川普这一套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个传统的经济学家大部分的结论就说这个衰退一定来。甚至如果衰退再加通膨的话，那就是停滞性通膨，所以这个好日子恐怕快要没有了，快要没有了。昨天也有记者问他了，说这样搞会不会停滞性通膨 （stagnation）？不会。川普说：“你在讲什么？我没听过这句话，我从没听过什么停滞通膨。我们现在好的不得了，太好了，等等，美国很伟大哈，所以他根本就不理你们这一套哦。”那会不会当第3任总统了哈？川普说没有开玩笑，我也在想啊。不过现在连一次过早，方法很多修宪很困难了参众议院都要2/3通过还要3/4的州这个议会通过。但他们现在想着钻个巧门，是让那个副总统去选。范斯选了以后呢，川普就当他副总统，然后呢，等到范斯选上以后就不干了，然后呢，川普就上来当总统。他想的是，但是范斯如果真的选，他会不干吗？会就让你川普当总统吗？我觉得这也在有点异想天开了哈，一厢情愿嘛哈。那另外也有人说不行，说只要没有资格选总统，就没有资格选副总统，这是另外一种讲法了哈。哎呀，反正现在其实还早了，他刚当选就想第3任哈，这个吃着碗里望着往外哈。川普说：“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有办法，我有办法。我相信旁边一定一群幕僚，一群谋士。”一群这个拍马屁精呢，也在帮他想了，一定有了。之前就有那众议员不就已经讲了吗？说我们在想办法等等那另外呢，这个马斯克也宣布5月就要辞掉效率部的这个职务他说川普也说他总有一天要回公司嘛，他不能一直在这边做，股价一直跌一直跌，昨天开始跌7%多后来只跌了1-2%所以这样跌也受不了损失可大了真的损失可大了。一翔怎么看？其实马斯克这个不是选择他是被迫因为他现在担任的这个身份，什么特殊政府雇员，好像只能做120天但我其实讲一下川普这一块，因为有一些美国的分析家，我觉得分析的蛮好，就是说为什么川普一直在讲第3任，讲第3任。其实大家都知道，美国宪法是不可能的。其实刚刚赵刚才提到，所以有一个条例，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担任总统的资格，也不得去选副总统。这不是一个说法，这不是只是一个说法，这是美国宪法里面增修条文的其中一项就已经提到。所以，但为什么川普这样说呢？分析者就是说，因为川普不想被跛脚嘛，他才刚上任而已，上任第2任，但又无法连任对不对？所以他一怕说上任之后，就已经开始有人在思考说未来谁要取代他，等等等等，所以刻意放出第3任的讯息。但确实可以看得出，川普想完成的事情很多其实讲一讲这关税，这关税是原则上是明天就会发布了，全球都在看，所以现在每天股市有动荡包括这个美国的股市大致在上个月已经跌了1%左右1%左右是立下好多年来这个跌幅最大的一个月。但重点是说，川普个人他到底实施的方案是什么？其实美国有一些专家就大概有做一些揣测或者一些分析，就是说，川普他现在已经收到不同种方案的计划书那至于他要选 A、B 或 C 目前还不确定，但确实有些差异。差异是什么？第一个，你实施的对象包括谁？在过去当然提到这个什么 15、20这个所谓的贸易顺差最高的国家，这个是不是？但川普现在已经似乎已经透露一个讯息，就是说我要广阔的实施。所以第一个，实施对象多。第二个，你实施的项目、实施的关税额度有多高？
那本来有一些比较乐观的人就认为说，川普有可能只对所谓的对等的部分，也就是说，你其他国家对我的车辆实施6%、10%的关税，我就对同个项目实施同样6%或10%的关税等等等等。但现在看来，我认为会比较高，而且可能是全面性的，而且甚至于是无差异性的。为什么呢？两个迹象，第一个，他的这个贸易顾问这个 Peter Navarro 就出来讲说，未来我们可以透过关税增多少？增6000亿美元呢？美国的贸易进口每年是差不多4兆美元，这不是普通要增15%你才增得到6000亿美元吗？所以第一个，这个迹象不乐观。第二个，其实川普自己已经讲了嘛，对不对？最高有可能到20%。所以至于说会多高，我觉得很难去预测，但是重点是可能会蛮高的。好，但重点来了，就川普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那如果你认为他只是想实施关税，为了实施关税而实施关税，我认为这不是事实。为什么？因为他愿意去谈，他对墨西哥、对加拿大，后来也都说我愿意谈。我认为他关税第一个部分就是筹码，第二个部分就是未来制造谈判的契机哦。所以我认为最终他很有可能就是全面性的实施高额关税，但是不是可以跟各国再继续谈，在个别项目做一些减免？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啦。另外呢，我觉得做川普的部署现在很辛苦，也不知道老板到底想些什么东西。昨天讲说我会宽松一点，今天说我要加得更严，你们都给我研究一个更严的方法。那么明天可能又改变了哈，所以呢，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哦，真的是这个全世界都随着他这边起舞哦，有点莫衷一是了哈。来，我看刚刚 Vincent 讲那个重点哈，美国宪法12条规定哦，不符合担任总统资格的人不可以成为副总统，对不对？宪法12条里面写这个东西没有定论，为什么？因为 Vincent 讲的是说，比如说我简单讲，像我就不可以，我不是在美国出生，即使我有一天变成美国公民，我不可以参选美国的总统。哦，他合法出生的时候必须要是自然生产在美国，所以这样的人他就不可以担任总统或副总统，他可以当其他公职。可是这样的人不能够成为这个总统、副总统，他是限制他的资格，他不是讲任期。现在川普是在任期上2年到了，因为另外宪法有规定说他只能当2届。这时候他可不可以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他去当副总统候选人，可能不一定是范斯啊，一个志不在要当总统的人，好，或是刚刚讲马斯克，我来配合你，就那个选完以后，我马上退，我还回去搞我的公司。我觉得，因为这是在节目当中被问的问题。如果今天是一个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应该当下就告诉主持人说不可能，我们宪法规定不行。他就严肃跟他讲说，这个事情是我们知道是有办法的，我们是不是开玩笑？但后来他又跟记者讲说，我是为了这个事情在开玩笑。但他这个话讲出来以后，得到Vincent讲的效果了，就大家都以为反正就看你这4年了，现在也不到4年了。他还有可能还有后面4年的时候，对他在这个所有提出不管是无差别关税或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说，可能还会有第3任的时候，那个分量就会不一样了。通常是这个最后一任总统做到期中以后就开始跛脚了。哦，像他这么早担心的其实很少。期中以后，他要看到底新的盟主是谁，新的总统谁，就开始拍他马屁。所以政治的现实这边也看得出来啊，人走茶凉。休息一下就回来。好，那么台湾也被点名了哈，就说川普要加关税，对等关税了哈，而且还有一个贸易报告，还是我们对美国的猪啊、牛啊哈，还有美国的车都设限哦，我们是限制很多啊，那他们就很气啊，美国牛也给你进来了，而且很多餐厅都卖美国牛，怎么没有嘞？哦，美国猪也给你进来了。还不止我们标志，我们说你就写一次是美国猪还不可以哦，是让人家浑水摸鱼，不知道那是美国猪哦。那我们的经贸办就说要持续跟美方沟通了。我们没有障碍，我们哪有障碍呢？哦，我们哪有障碍？我们没有，不但没有障碍，还只是掩护啊。哦，所以台湾的猪农就很气，说美国你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嘛，对不对？我们哪有卡美国的猪跟牛呢？我们哪有卡呢？没有啊，尤其你那个西餐厅。都是美国牛，你先看，大部分都美国牛哦，因为美国牛比较好吃了，美国猪不见得好吃，美国牛好吃，所以呢，很多都是美国牛嘛，哦，所以我们哪有卡哦？那这个卓荣泰说，政府有3个做法哦，有准备，可控管风险哦，对产业有支持，就是讲些空话哦，我不懂他有什么准备，有什么支持。然后呢，郭志辉经济部长说，我们有模拟推估，会有因应办法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
你都不要吹牛了哈，你一年赚人家700亿美金，你有什么办法？就跟大陆一样，他也没有办法。你就算报复，也只能局部重点报复。你赚人家一年赚3000亿美金，这你怎么报复？哦，好吧，这个所以呢，媒体说叫我们硬吞美猪都不够，我们连标示是美猪都不行哦，太可恶了。我们看一下。因应美国的关税政策，为了川普新政，总统特地在前2天召开相关会议，行政院长卓荣泰、经济部长郭志辉等人都与会。政府有准备，风险可控管，对产业有支持。我要请各产业界能够放心。所有的情境因为还没有这个发生，在4月3号，我想行政院他会公布一个时间。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因应办法是什么。相关部会要国人免紧张，不过政策还没上路，投资人已被震撼教育。在所谓的黑色星期一，新台币收贬8.5分至33.182元，是2016年3月以来最低，也是央行总裁杨金龙任内最低。令股市方面也大跌906.99点，台股史上第4大跌幅。根据统计，也被发现台股的前5大跌幅都在总统任内。只是台经院也示警，川普新政里加剧全球贸易紧张，冲击企业投资信心与供应链布局，阻碍国内产业的复苏脚步。川普因为他的个性他一直迷信的，他最喜欢的关税，用关税治百病关税战上，就算美台是盟友，美方也得明算账。台湾针对这个进口车去征高关税其实不是新闻，而且也不是只有针对美国，世界各国都是这样。那过去其实就有很多朝野立委认为说应该要停止保护国产车厂。可是话说回来，以台湾目前的汽车市占率，就算全面调降进口关税，美国车其实也不一定打得赢日本车、韩国车，甚至连国产车都不一定打得赢哦。那美猪问题就是彻头彻尾是一个蔡政府留下来的烂尾了。当时国民党不断质疑的就是开放美猪进口，你到底要换什么？然后再来就是不同的饲养方法，你要怎么样去约束这个肉品对国人的健康标准的影响。那当时陈时中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们换一个国际地位。好了，结果时间过去就像一面照妖镜哦。现在你坚持全面开放，只要标示来源国，不用要求零检出，然后5年过去了，美国还是要课你关税啊，还是觉得你是贸易障碍啊。民进党的国际贸易谈判策略到底换到什么国际地位？到头来就是一场空。你跪拜美国爸爸，拜完之后还被一脚踢开说，你怎么跪的一点感情都没有？民进党刚刚赵大哥给大家看，不管是卓荣泰也好，这个部长也好，讲的都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就是没有对策。刚刚我们上一段讨论到了这个肮脏15国的对等关税，其实一句话里面就有2个不确定的概念，所以其实很难去应对的。大目标当然是要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要课征惩罚性关税，可是这15国到底是指贸易顺差最高的15国，然后按照他们去判断这些标准，对美国的贸易有没有不公平的地方去做调整，还是说就是这15个国家按照这个金额来排序？目前都不知道。那如果是以贸易顺差的金额来看的话，台湾去年对美顺差是739亿美元，是排名第7的哦，比日本高，比南韩也高，所以看起来上榜的机会是确实不小的。那第2个不确定概念就是对等关税到底是怎么个对等法？刚刚尹翔有讲到一点，就是说国际自由贸易的这个逻辑来讲，就是除了税率之外，还要看各国的产业强弱项。像我们输出美国的晶片，当然远比他们输进来的多。可是如果讲到农产品，那就是完全相反喽。我们跟他买的多，跟卖给他们的少，所以各种产业到底是要打在一起加税，然后把这个贸易的优势通通打平，到2国的贸易没有顺逆差为止，目前也都没有看出来。可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包括这个美国也好，包括台股也好，已经联动下跌好几天了。因为太多的不确定会让投资人缩手，这个对世界上的百工百业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基本上，全球政府是严阵以待啊，赖政府也是啊，只不过他严阵以待的对象是在野党，是大罢免的进度，不是川普，也不是关税的议题了。好。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黑猪肉的部分，我还是觉得桃园黑猪肉是最好吃的。我们本地台湾猪本来就好，对桃园猪，所以我为桃园猪来这个宣传一下哈。那
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你看到整个的贸易的评估报告，它不是川普的独家政策，因为过去呢，这个美国每一年对外贸易障碍的评估报告 NTE， 其实它对于整个的策略，共和党跟民主党这是他们的共识，所以不是今天川普提出的独家策略。第二个呢，如果要谈台湾至美国进口的前30大产品里面，美国牛是20名，猪是29，加起来总额是1.05%。那要谈汽车是18名，是0.76%。说真的，整体的总额，其实美国就是不 care 你多买一点呐，你再买一点都是杯水车薪。所以重点是什么？现在看起来美国贸易总署想要用这2件事情来跟你谈判嘛，就说你不要觉得我关税要增加是没有来由的啊，因为你看你美国牛也不开放啊，你汽车也不开放啊，我就这样子啊，我关税就要增加，所以他是找一个借口来跟你谈判。那我觉得如果这个借口谈判的合理性是成立的话，那基本上可以看到最近为什么股市动荡这么大，因为美国开始宣称要对外加租20%的统一关税，齐头的关税。那这会有3件事情。对美国来讲，它当然是避免你从第3国生产嘛。以前我对中国大陆生产，很多台商跑去墨西哥卖给美国，就规避了。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现在不是接下来6月要办川习会吗？本来对中国大陆就有20%，那我现在对其他国家也20%，不是对中国大陆有一点友善的态度吗？那我要讲到的最后是台湾，到底对台湾是好是坏嘛？因为这全部都美国在出招，那我们出了什么招？我觉得2个层次哈。第一个，半导体供应链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做自动资料处理机单元，里面48.58%全部都是晶片。意思就是说我出下这一招，我关税再把你加回来，意思不是说你台积电去美国我就买单了，我要你所有的供应链都到美国啦。就今天他跟你台湾讲，就所有的供应链到美国，所以我真的觉得为什么台湾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真的是上权入国？为什么？因为前面你说，我台积电移到美国，你不要给我半导体课关税，那你台积电已经过去了，台积电先过去了，然后现在谈完之后，他说，那其他我也要课你20%。那不就3条线吗？我前面的筹码都给你了，为什么你还要扣我关税20%？所以前面台湾就应该讲说，我台积电过去，你接下来就不要跟台湾谈任何关税了。可是我们的政府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们政府只谈我要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倡议，这完全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前面的台积电移到美国，跟后面的关税，台湾要再被加征20%，我都认为台湾把筹码都已经让出去了。来这。好，的确，我觉得其实刚林涛说到一个重点啦，美国的确就是在把各种的压力不断的再往台湾来加压。过去我们看到美国呢，传统上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文化霸权的输出，但现在很清楚的已经变成了一个关税的霸权。我们看到这个美猪的事件，其实过去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吗？美猪要进口的时候，其实全台湾社会是剧烈的反弹，包含很多的猪农，包含很多的消费者，很多的餐厅都担心说美猪进口之后会让他们的生意连带受到影响，所以当时的折冲办法是说，好，没关系，要进口可以，但是来源要清楚的标示，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让民众安心的一个权宜之计。可是呢，时至今日，大家看到了吗？这些到底有没有真的在执行？到底有没有真的在源头明确的把它标示清楚？真的能够让民众安心？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各做各的，县市政府有没有在查也不晓得。那我觉得现在美国呢更进一步的，它是不管你了哈，不管怎么样，你就不要给我标示出这个美国的产地，以避免造成我们实质上可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这作为他的一个理由。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在上个星期还是上个月吧，应该在上个月的时候，这个 AIT 的处长古立言呢，他甚至上了这个友台的新闻专访，直接谈到了不要有以美论。好，不要呢，在这个军购的部分呢，你要彻底的相信美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在各方面的这种霸权的输出底下，其实它不只是要你的钱，它还要呢你全心全意的臣服于美国的这个霸权之下。那我就不得不想到了，现在的台湾呢，过去我们一直看到赖政府或者蔡英文总统一直在说我们是民主的同盟、民主的伙伴，但现在看得很清楚，其实川普没有在跟你讲这一套，没有什么民主联盟这件事，有的只有自己的价值跟自己的利益这件事情。永远是美国的至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官员讲了很多的空话，我们只希望呢，不管你要怎么样讲空话没有关系，最后回到人民的心中，我们到底是能不能够
安定民众的心，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最近台股现在这样子掉水一般的这个下挫，然后呢，现在美猪可能呢标示也要拿掉了，各种方向的这个重挫，或者说人心惶惶的状况之下，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到底有没有办法安民心？不管你要怎么做，就是不要定一个丧权入国，什么东西都这个额手称臣，完全对美国的霸权所臣服，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休息一下再回来。